大家好，比特币很多朋友说想听听我的波浪理论，因为很久没有聊了。2年之前，当时在20K 左右的时候，判断比特币有可能会是底部，未来会有很大的上涨，1、2、3、4、5浪。那到今天，反正利润目前还是继续在耗斗。不过最近新的资金，包括我自己在内，我是不买了。虽然大长线还是无脑在看涨。那等下来聊聊这个位置，感觉很关键，要防稀烂。国语很烂，感谢点赞，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群。另外，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而且业界公认客户资产储备是最高的。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永久返佣20%。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记得2年之前，当时在20K 左右，其实从这一根 K 线下跌的低点开始，就建议朋友们20K 以下，你如果胆子大一点的话，应该分批或者是重仓 all in 这个比特币。当时判断是错，因为后面遇到那一个黑天鹅事件，然后比特币这一根 K 线又跌了20%几，当时也是输钱哦。不过当时在这一个底部的位置，也是继续跟大家坚定信心，有可能比特币未来会有很大的1、2、3、4、5浪的上涨。所以一些老粉丝知道大长线的波浪理论，我判断还是相对比较准确哦。因为包括当时在这一个69K 的高点，也是同样利用这一个大波浪，比特币2019年1、2、3、4、5，有可能这是69K 的5浪的顶部。所以我们来回顾一下 Discord 交易群以前的这一个小组是免费的哦，或者是朋友们可以自己去回顾一下以前的我一些观点啊，比如2023年4月12号的时候，当时在这个低点，反正也是一直判断比特币未来肯定会有很大的1、2、3、4、5浪的上涨，以及历史上更早之前69K 的顶部是怎么做空的。我们来看一下，包括当时的那个 Luna 是做空在$116，不过后面我设了止盈防守位，是被它给自动平仓了。或者是我们看一下，就是之前很早的时候，2022年还是2021年，就是在69K 的顶部做空。我们看一下，当时有一笔单子啊，很早之前的一个单子，也就是这一笔空单，2022年1月份的时候，当时比特币价格已经跌到$35,000。所以大长线的波浪理论有时候判断起来还是相对比较准哦。当然现在的群有条件哦，你可以用我们的 OKX 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是月交易量达到，可以直接就是 Discord 群上面点击我的头像私信我们哦。当然我不会主动联系任何人，如果主动联系任何人的都是骗子哦。然后我们再回到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我的观点，大长线比特币目前还是1、2、3、4、5浪的结构，而且目前有可能还是2年之前给大家计划的这个位置起来可能是1浪，这边是大2浪，现在全部都是在大3浪的结构里面，只是目前的大3浪这个位置我们要防啊，就是这段时间也是有一些朋友在问，比特币这一波从11万美金跌到75000美金。或者是现在再涨到接近11万美金，有没有可能会是一个 A、B， 然后这个位置会不会走一个 C 的盘整？当然 C 浪有几种走势，你如果学过波浪理论，应该知道它C浪有很多种走势啊。最好的一个情况，等下来聊一下短线的那个点位，或者是3浪的结构。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大长线，我之前是一直在判断比特币3浪有没有可能这边是1浪，然后这边是2浪，目前还是在3浪里面的3浪，而且3浪里面目前是不是1浪？那如果这个位置要走 ABC 的话，这边会不会是一个2浪的盘整？然后后面还有更大级别的一个3浪的3浪，然后这边又有一个4浪，然后最终走到高点的时候，然后后面有没有一个更大级别的4浪？最后还有没有一个5浪？当然，这个5浪的高点我这边只是画在这边，不是代表5浪。目前我也不确定它到底最终5浪会走到哪一个位置，有没有可能就是3浪，会不会缩短一点，也都有可能啊。这个波浪理论，反正目前的浪形还是计划，就是目前有可能还是在3浪的结构里面。当然，也有朋友是问我这个位置有没有可能这边就是1、2、3、4、
无浪，牛市已经结束了。那我的观点还是一样，你尽量无脑看涨，因为历史的经验，底部到这个11万美金，比特币就涨了5倍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或者是比特币目前的日线还是非常的强势哦。就是昨天提到的这一张图表，它一根 K 线进攻目前的价格收盘，只有这一根在这一根收盘的下方，其他全部还是在这个上方。不过短线我们要观察一下，就是这个位置整理已经8根了，要变盘或者是周一的时候，最好是赶快变盘，因为前面基本上都是8根，价格就往上变，往上去突破。那如果8根不变盘，我们要反它会不会像这个位置，当时是拖到第13天，然后价格才往上变。所以这边给它的时间，我的观点是13天你必须要赶快往上，如果不往上，我们要反，万一跌破了这个趋势，比特币还有一个关键的支撑位。我们来看一下另外这张图表，也就是前面有讲到的这个高点，或者是不然就10万美金，因为99400美金也是很接近这一个10万美金的区间。就是比特币它价格如果在这个位置盘整，要防它不要回到10万，回到10万，那我们就要留意比特币真的会不会走一个 ABC 的回撤，或者是再回到10万，那我们就要思考比特币前面的这个区间的盘整，主力当时上去是几个陷阱，然后回来又挖坑。那如果这个位置它真的又要回10万，我还有一个图表或者是预期的走势，这边会不会是一个左肩？这边是不是一个头肩底的头？然后又回到这个区间，会不会又盘整一个右肩？就类似一个头肩底的结构，盘整结束以后，后面价格继续上涨。然后我们来看一则报道，也就是巴菲特虽然是已经退出了，不过最近伯克希尔哈撒韦他是清仓了前几年买的一个拉丁美洲的加密银行 NU Bank， 它是获利了接近2亿左右。不过看到新闻的一些评论，就是伯克希尔哈撒韦他最近不是单单只卖了这一个 NU Bank， 它包括美国那边的很多银行金融股，最近好像也是有在做卖出的动作。那我不知道，因为之前的关税该有的利空都来了，就是这个希腊到底判断会不会准，有时候也不一定会那么神奇，就是每一次都准啊。所以就是你的资金取决于你的仓位到底是买在 75K， 还是2年之前5万以下的比特币都已经买了很多很多，现在又有一些新的资金，那不然我的观点，可买可不买啊。而且巴菲特目前的现金储备，它是已经来到历史高值啊，接近3478亿美金。那朋友们，你认为这个位置比特币短期它会盘整啊，还是有没有可能继续爆发？还是要不要防？会不会有 C 浪？留下你的观点啊，在评论区。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这张图表。昨天在推特上面也分享了狗狗币这一次从高点下跌，就这个形态感觉很像一个看涨楔形，或者是看涨期形哦。那至于低点的支撑，我也是一直在猜还能不能再做多。比特币如果要盘整，也是在看会不会有风格转换啊，因为比特币强势了2年。会不会进行风格转换，资金转换到就是一些山寨币上面，然后山寨币疯狂的涨一波，比特币还是继续在那边盘整，不然短期观察吧，狗狗币反正我还是继续看涨，或者是坏一点的情况，它如果要再下跌，有没有可能这一个0.2左右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短期也还是在盘整，也不知道要聊什么，或者是你就尽量观察，如果在这个位置盘整，以太坊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就是前面这个箱体，大约是在2300美金附近。最后感谢大家收看，对我们